各位好，今天我们来聊我认为 iPhone 当中一个超级好玩，也是我超级推荐的功能，叫待机显示啊。不知道各位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有没有反应过来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相信应该有用户反应过来的啊，应该也是继续在用的。您看标题也应该用过的都知道。它是为什么说我说非常好玩，而且我非常推荐的一个功能呢？简单来说，这个功能是干嘛的？它就是能够在你不使用 iPhone， 并且让它 iPhone 正在充电的时候，把你的 iPhone 瞬间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型的床头钟。哎，你别看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功能啊，我推荐的所有人都觉得惊喜，或者是特别喜欢这个功能，而且一直在用。这也就结合了我之前一直跟大家推荐说，无论如何，你说发热量也好啊，还是怎么样也好，无论如何，在自己的家中，我还是强烈推荐各位去使用带支架式的无线充电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带支架的可以横向放置的无线充电器，当然是 iPhone 12以上啊 ，iPhone 12以下的当我没说，因为我需要你有 MagSafe 这种磁吸充电的功能。这种只要符合要求的 iPhone， 你只要买一个无线带支架的充电，把它横向放置进行充电的时候，你的 iPhone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可以自定义的床头钟。如果你是14 Pro 以上的系列，那么这个床头钟更加的货真价实，因为14 Pro、14 Pro Max、15 Pro、15 Pro Max 这4款机型是拥有全天候显示屏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屏幕可以一直常亮的。那如果是非这些机型的话呢，你这个床头钟呢，显几秒钟就暗掉了。那如果你是以上这种机型呢，床头钟会一直亮着，因为你本身就在充电，而且它是属于一种超节能的屏幕，所以它不会影响充电速度太多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然而你的床头钟却一直亮着，而且又非常好看，还能自定义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且好玩的功能。那下面我就用我的手机，但是我没有无线充电器，我用有线充电器给大家去演示一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，看看你会不会被惊艳到啊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这个手机基本上电量也不多了啊，我可以正常的，如果把它充电的话，不管你是有线还是无线，那我这边没有无线，因为我的无线充电器在卧室里面啊，我拿一根这个充电线，我把它插上去。好，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在充电了，很正常，没有任何的反应。所以这个功能如果你没有刻意去了解的话，应该你就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功能。那这个功能到底怎么激活呢？我们进设置看一下。设置里面这个往下找，在这儿啊有个叫待机显示的啊，在这里点进来，你就可以看到了。当然前提是你设置里面这个功能一定要是开的啊，默认都是开的，只要你没关过，它一定都是开的啊。然后夜间模式、显示通知、轻点已显示预览。就这么4个开关，等一会儿我们再具体来看。我们先看看怎么样激活它。这个上面写的有，对了，我打开是为了给大家看怎么激活的。为什么我一定要建议大家一直看 iPhone 上的屏幕上的文字呢？就是这个原因。看它写的什么，在待机显示的开关的下面这个小字，就是在教你怎么用。iPhone 充电并横向放置时，将打开待机显示，以显示小组件、照片或时钟等信息。简单易懂啊！我不相信有人读完这句话还不懂什么意思啊！当然了，除非你还不明白小组件是啥呀，那你可能看我节目看少了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试一下横向放置啊，这个我不能这样横了，我要让它稍微竖一点啊，就是垂直于地面多一点，这样它感应比较灵敏，但大家也能看到屏幕。现在我再插上充电器，看到吗？我这台手机是第一次横向充电，那它会有一个欢迎屏。那你看我一旦竖过来它就没了，我只有这样才有，那就不行。看来我还不能把它平放啊。这样，大家的视角可能会受一点影响啊。欢迎使用待机显示，我一定要点继续。好，现在大家看这个屏幕，将就一点啊，我不能把它再平了，再平它就取消了。那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小时钟的功能，这边是一个时钟，这边是日历。然后如果我说你可以自定义，怎么自定义呢？如果你时钟不喜欢，
你可以这个是那上下滑，这个是时间，这是日期，股票，各种各样的啊，你可以这样去滑。那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界面呢，你可以这样，这是照片模式啊，这个是大文字，然后大文字还有不同种的大文字，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啊，我现在一直用这个，像不像就是一个床头钟的模式啊？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嘛，如果你的床头有一个立式的无线充电器，每当你回到家之后，或者在你的办公桌各个地方啊，多放几个可以，然后你就把你的手机横着往上一放，它立马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如果你是 Pro 系列的话，它的屏幕是一直亮着；如果你不是 Pro 系列，它黑了，过一会儿你想看时间，发现它是黑的怎么办？拍一下桌子就可以了。因为我没有支架，它感应不到震动。如果我有支架的话，我看它放到桌子上行不行啊？也不行。如果是支架的话，就拍一下桌子就可以亮，就是它那个感应器感应到震动它就会亮，不一定非要摸屏幕。然后你收到的一些通知，还有一些你喜欢的小组件，都可以在这边进行自定义。这个就是待机显示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详细的这些设置啊。什么叫夜间模式？我非常喜欢这个夜间模式，就是一旦你的环境光是晚上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床头钟的界面它就会呈现出红色，那这个是不会影响你的褪黑素的分泌的。那这个是非常漂亮的啊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把晚上灯关了试试看。那显示通知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说你打开这个功能，你的手机有通知的时候，它也会显示在你这个床头钟上面。然后轻点时显示预览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通知来了，你关注于自己的隐私啊，你不希望就是直接看到，你把这个开关打开，你只有点一下之后，它才会让你看到你的这个通知的预览啊。这个设置还是比较简单的啊，就是这么几个设置。所以以上呢，就是跟大家其实推广一个小功能啊。那我相信有了这个功能之后，如果你也是比较在意用户体验的，买一个立式的无线充电器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，其实几十块钱就能搞定了。当然我希望你选择质量好一点的，这个对你的体验也有加分。那当然每个人的财力不一样嘛，富有富的活法，穷有穷的活法。你像我呢，就是很少会直接去买这种官方的配件，但是我也会买一些口碑比较好的、有牌子的，或者专门做这个充电或者电池设备的厂商，这样去用，那你也会放心一点，包括发热量的控制啊，等等等等。那你看到其实用 Apple 设计的体验是一脉相承的。我之前讲过，希望大家能够用无线充电。那么再往前一点，发布会的时候我又讲过，我希望你偶尔可以不带手机壳。然后今天我们又讲到待机显示，你看这些内容我们把它联系到一起，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用户体验。如果你能够做到有这么一个立式的无线充电器，然后你又可以允许一段时间不带手机壳，然后你又可以用到这个待机显示的功能，那是不是充电也完成了，散热也不用太担心，然后手感也没问题，然后美观丝滑，然后漂亮，就全部被你体验到了。看似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功能，而我个人的使用经历是，就是这些小的功能，才让这些冷冰冰的、没有生命的产品，给它赋予了情感价值。好，感谢各位的收看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